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徐凯，很高兴又再一次见到你们了。如果可以收到梅竹雨从他的时空邮寄过来的一份礼物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我想要他的武力值、术法，那你觉得他会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？从我得到幽默感。你好大方呀，把你的幽默感就这么给他了是吗？给他。那如果仅发放3个会员追剧作息，除了这部剧的人你朋友圈里面谁会抢先找的？肯定鹏鹏啦，老偷鸡，肯定是抢的最快的。他还给你买那个 VIP 坐席了。对的，谢谢鹏鹏。第2个、第3个呢？飞宇啊，飞宇很不错，我觉得郭云奇也应该会抢一下。你那个飘带造型特别的好看嘛，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开辟了内娱际遇纯情男赛道？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梅竹雨他是一个那个阶段前期，他是一个很闷很沉的一个人，很清心寡欲，就对世间任何不带有情绪的一个人，境遇然后就是毫无波澜的人，但是他的飘带又会这样子，就是各种很荡漾，很活力满满。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撞。大家都说梦回了不查不回，你自己有怀念过吗？怀念过。我们那个时候才22岁呢。22没有22吧？30了。我刚才其实看就是上一个采访，他给我放了一个画面，我看的时候我问题都忘了，真看进去，我觉得真的是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很神奇的感觉，就是你自己演的一个角色，多年后又看回来那种感觉，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感慨万千。你刚刚也说梅竹雨前期就是比较近嘛，那后期就是破戒嘛，就霸道强制爱嘛。爱一个人眼里容不得别的沙子咯，有那个无字书在，然后他就要去步步的去告诉无字书，那前提也是无字书去挑衅他了。那你更喜欢演前期还是更喜欢演后期？后期吧，不需要自我内心的一些小鹿乱撞啊和一些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，那种小细节很难。你有没有想过去完全演一个这种类型？如果一个男天天对你不行不行，你得吃那个。你这个有点管得太细了吧，你得吃那个，你这有点太极端了。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回复网友的环节大家有认识抓妖的道士吗？我可能被猪妖附身了，胖了10多斤，价格面谈。接我就带你去健身，带你去运动，让你瘦下来，帮你体内的猪妖驱走。有没有什么更简便的方式？简便的方式，什么都不许吃。你拍这个剧的时候，你真的什么都不吃吗？吃减脂？我什么都吃，对，但是我练得很疯狂。这部戏，我无论几点，半夜收工、凌晨收工，我都要练1-2个小时。你要么就管住嘴不运动，这个是最直接，但是对身体不好；你要么就是迈开腿，努力去运动，然后造成一个热量差。你吃2个汉堡，你都不会胖。那小田也是特别爱吃的吗？他就是易瘦，他不是易胖体质，他吃的热量都不低。那他有分享给你什么小零食吗？他那零食我不吃，太胖了。他在嘲讽我啊，他说你吃的糖都是无糖的，那吃来干嘛？没合作之前，你对小田的印象是来源于什么？甜妹啊，漂亮啊，大眼睛啊，都是大家人尽皆知的呀。那不然呢？我还能知道什么秘密吗？没合作我还能知道1来2，我知道几个秘密啊。跟他没合作之前就是完全不认识，陌生的状态，是熟悉程度是0的那种。对。那你合作完之后的熟悉程度是多少？很高啊，9吧。那差那1分是差在哪？差在不知道他的秘密吗？差在我有所保留。要多熟悉才能满分。我很了解他的，我觉得我们合作下来最大反差就是他跟他长相性格是不一样，她是很直爽的一个女孩，也是比较非常独立的一个，我觉得很御的性格。他特别喜欢别人夸他御姐。是吗？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了解你吗？你说出田曦薇最像猫猫的3个特点：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不然形态。那他性格呢？小猫不像，但是猫公像。猫公就是比较强势，比较要掌管那个妖界嘛，它适合这种性格。小猫的性格它很难，你让它撒个娇，它要疯掉了。那你觉得它最像什么类型的猫？我觉得它挺像布偶，也挺像缅因，其实它不太像。但它养缅因，我也养缅因，因为缅因是温柔的巨人嘛，它的外号，就它看起来很凶，然后很大只，但它是非常温柔的。那如果你是个自媒体博主，你是怎么会让你的猫猫就是出圈呢？颜值就出圈了，我的猫全是1选1的靓女靓仔，那2个靓女1个靓仔，哇，其实我经常看着我那2只靓女猫，就我觉得它们像人一样，有些时候真的是长得太灵了。对，给猫开个号吧。我把我的猫训练，我丢东西它会叼回来的，逗猫棒扔出去它会叼回来到我这儿，我再拿起来的。我让它走到我这
趴下他趴下躺下了。它好乖哦。那它们是那种粘人小猫吗？我喜欢，但他们现在不粘我，因为我忙起来我就一回去就休息，一回去休息。因为你陪完他们，你一定要洗澡，因为你全是猫毛。就是看花戏，田曦薇一直拿虫吓你嘛，所以在剧组有感受到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了吗？非常感受到了，就是他非常兴奋去捉各种各样的虫。他很活泼，很兴奋，会显得我很呆。那你也跟着他一起玩起来啊？有啊，玩一下就累了。你是猫是吗？你才是猫。就是他的精力很活跃，他就就可能跟谁聊啊，跟谁聊，哈哈，现场什么，我也哈哈聊一下。没电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又聊一下又。我还没收工。那我想知道你们群有群聊吗？有啊。你们群名称叫什么？叫谁是谁的后援会吧，是谁改的群名我给忘了，最新改的。谁是谁的后援会。那他在群里也是那种很活泼的那种吗？还是他是网上不怎么说话的？他群里也说，也哈哈哈哈哈哈都连打的，从来没见过2个哈哈的，一连串的。就是小田在毛血旺里说你们私下会去唱歌吗？谁唱的好最好？不记得了。你是在旁边，你是唱的那个还是鼓掌的那个？我睡着那个我也唱，但是你一旦发现一个 KTV 旁边有人唱歌很好听的时候，你就那你点评一下我们小田的唱功。跟我不相上下。这是夸奖还是夸奖了？那就他在节目里也说想邀请你去参加毛血旺吗？要不要再次回应一下此邀约？就坐在一起聊天吗？可以啊，我喜欢那种慢慢聊天什么那种。那人家都这么诚心的邀请你去毛血旺，你怎么不邀请人家去参加一个蜜桃呢？我邀请了，但是大家都忙，其实档期是撞了，真的邀请了。所以说你很希望他跟你一起就是玩一期对吗？开玩笑，我这展现这个男友力的时候到了，真的展现自己铁坦的时候就是爆棚这种感觉。天啊，真的吗？你有看过我们小田的女子推理社吗？你是没看过是吗？是吗？他推理什么了？他是甜坦，他什么都冲在前面。不想邀请了吗？下一集看一下小田的档期啊，在他最忙的时候我们发出邀约。如果你可以跟他二搭的话，你想要跟他演什么类型的剧？什么人设？子夜归兔。我排除捉妖。现代吧，好看有趣的就行。你想演那种破碎的穷小子，还是想演那种很高级的霸总，还是想演什么？你是他的导师啊，乱七八糟那些什么什么？你脑子里面太多场景了吧？导师都来了都。不是导师，不是导师。那我就演他的数学老师吧。班主任。那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给 CP 安家族人设嘛，然后你觉得和小田会是什么家族人设？爷爷奶奶吧。就这个你们没说。叔叔阿姨也行。保安保洁。还有什么？你觉得可以？我的可是大家都说你是 BJ 之光，然后是一款非常百搭的大米饭嘛，然后你对此怎么看？大米饭能填饱肚子啊，大米饭好啊，大家喜欢就好。那大家都想看你演高干文，如果再有类似的本子找到，你会考虑吗？会啊，因为我觉得高干文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起码能让你自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，只要很牛的就行。因为他们的词、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言行举止一定是拥有一定阅历的人写出来的嘛，对吧？你不能光幻想一个高干的人有多厉害，那他说的话很幼稚，台词很不对劲也不行。所以你在去讲他台词的时候，像韩婷，我也学到他很多。那今年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，到了这个年龄节点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境上的变化？有啊，就是觉得开心就好。我想要我的人生就是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，不要留遗憾就好了。对，那么陪着父母，然后吃喝玩乐，虽然很俗。但是我觉得人生短短，就是应该要把时间用到自己身上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也会把时间用到自己身上，对自己好一点。第一个词，小鹿乱撞。你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鹿在你心里没头没脑的到处乱撞，就是咱们都经历过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见到喜欢的人时，那种心脏扑通扑通，又紧张又兴奋的感觉。这句话里，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小鹿乱撞，用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就特别贴切。清心寡欲这个词啊，特别有意思。就拿这个句子来说，他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，所以翻译成 a life of temperance and few wants 就非常准确。御姐这个词现在太火了，对吧？她就是那种独立、自信、气场超强的成熟女性形象。在整个东亚的流行文化里，这种角色都特别受欢迎。所以你看，翻译这个词儿的时候，你得先想想你在跟谁说话。
如果你们都是二次元同号，那说 cool older sister， 对方秒懂。但要是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路人聊天，可能说 mature woman 更合适。铁坦这个词的出身也挺有意思的，它其实是从游戏里来的。玩游戏的朋友肯定知道啊，比如说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一个特别靠谱、能扛事儿的老板，或者你想想看，恐怖片儿的时候，那个敢挡在你前面的朋友，那不就是个铁坦吗？对的。出圈儿，什么叫出圈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某个东西本来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行，比如某个明星、某个游戏、某个梗，突然一下子火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都在讨论它，这就是出圈了。那可以用 go viral， 还是想强调它突破了壁垒这个动作，那 break out 就很好。又或者你是想说它最后达到的那个结果，就是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。